我们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或者是说人类文明的摇篮，主要都是在大河流域附近，像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就是在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所冲击的平原孕育而生，而埃及文明则是尼罗河的赠礼，印度文明更是离不开他们的圣河，也就是母亲恒河。至于中国文明，普遍以黄河中下游所建立的政权作为汉文明的起始。不过还是有几个例外，像是影响早期希腊文明很深的爱琴海文明，以及在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则是依靠海洋资源比较多哦。总而言之，人类的生存离不开阳光、空气、水，不是仰赖大河泛滥所冲击的肥沃土壤，就是仰赖海洋里丰富的渔获资源。大家好，我是克里夫，今天我们来聊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希腊语，意思是指两河中间的地方，所以又有两河流域或两河文明的说法。哪两河呢？当然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但这两河其实蛮凶的哦。怎么说呢？美索不达米亚的东边是扎格洛斯山脉，南边与西边是阿拉伯沙漠跟叙利亚沙漠，北方则是托罗斯山脉。也就是说，两河流域是在东方与北方的山脉与西方跟南方的沙漠所包围的一个区域哦。受到这个时期西南季风的影响，替东北方高地与丘陵地区带来了不少的雨量，但是南方也就是两河流域的下游，每年的降雨量可以说是少得可怜啊。东北的山区可以依靠降雨来做耕种，但是呢，下游却需要灌溉才能维持他们农业的发展哦。不过当时的气候可不是这么的稳定，一年当中有8个月左右的时间不会下雨，而一旦下雨却又是爆大量，让上游山区的雨水瞬间往下游宣泄，造成两河流域不定期的泛滥成灾，所以才说这两条河有点凶啊。但水能覆舟，亦能载舟，因为泛滥的关系，使得中下游冲击出了一片肥沃的平原土壤，加上这个地区的形状看起来像是一轮弯月，因此又有肥沃月湾的美称哦。肥沃月湾就像是夹在山林与沙漠中的一块绿洲，当然也就引起了北方山地人与南方游牧民族强烈的占有欲望。毕竟不管是山上还是沙漠，生存都很困难。再加上肥沃月湾是没有天险可守的平原地形，自然就变成各种民族互相争夺的一块肥肉啊，也让这个地区的政权轮替特别的频繁。首先到这边的是苏美人，他们是从中亚迁徙过来的游牧民族，大约在西元前5000年到前4000年左右，逐渐在这里定居，放弃了原本游牧的生活，渐渐改变成农耕的模式。不太确定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转变哦，毕竟刚刚有提到这边的雨量少，河水又会泛滥，虽然土壤非常肥沃，但是一马平川，没有天险可以守。而想在这里定居农耕，势必要有系统性的灌溉水利工程。以现在来看好像不难嘛，但以当时的人类来说，却是从蛮夷走向文明的重大过程。原本古代的游牧民族生活以采集狩猎为主，这个地方采集完了，没有猎物了，那我就迁徙到下一个地方，没有层层的阶级或精细化的分工，也不需要那么复杂或细腻的规划。但定居农耕可就不一样咯，肥沃月湾的雨量并不多，因此需要从两河挖凿主运河和沟渠系统，透过这些沟渠把河水引到干旱的土地上。你以为挖完沟渠就没事了吗？别忘了这两条河很凶啊，会泛滥，所以还要定期的挖通淤泥，或是重新开凿被毁坏的运河。也就是说，只要他们还在这里定居的一天，只要这两河仍然会泛滥，那么这项工程就没有结束的一天。因此，这项工程需要很强的组织能力，同时你也要让这些人的3餐可以温饱，还要提供他们挖凿时可以用的工具，并规划什么时候要去挖，去哪里挖，要怎么挖，这些全部都要由某个人
或者是说由某个领导群体来监督或督促他们执行。所以你应该就知道了，人类社会被简单又粗暴地分割成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两种阶级。接下来，肥沃月湾没有石头，没有矿产，甚至连树木都没有，因此苏美人势必要仰赖对外贸易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有人耕田，有人灌溉，有人监督，有人贸易，还有人带领他们。于是社会分成逐渐变多，职业逐渐分门别类，人类也慢慢从族群部落走向农业村庄，再到城市起源。大约在西元前3200年前，苏美人发明了有轮子的运输工具，可能是因为他们非常依赖对外贸易，所以才有这项发明。可别小看这个轮子的出现啊！你可以对比一下埃及人，他们要一直等到西元前1700多年左右才懂得用车轮运输，而且他们还是跟美索不达米亚人学来的哦。苏美人的运输工具都是用牛来拉的，毕竟当时还没有马匹。而除了4轮的货车之外，还有2轮的战车。这种用牛拉式的战车对于当时的步兵方阵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噩梦啊。而另一项伟大的发明是阴历，也就是以月亮的圆缺作为计时单位的历法。你可能会想，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计算日期呢？每天都过年不是很好吗？主要是为了农耕的需求哦。每当12个月过去，苏美人就知道又到了播种的时候咯。最后一项苏美人带给后世文明的礼物，则是文字。前面2项都可以忘记没有关系，但这一项千万要记得，因为考试非常常考。好，大约在西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人开始把图像刻在石头上作为记录。之后过了大约500年左右，苏美人寺庙的管理人员开始将标准化的图像串联起来，用来记载寺庙的财产与交易明细。接着大概又过了500年左右，在西元前2500年左右的时间，苏美人的文字已经十分成熟咯。他们会用芦荟做成的笔，在湿的泥板上刻写文字，等到石板干了以后，就会留下像是楔形的痕迹，所以后来的学者就把它们称为楔形文字。车轮、历法、文字3大发明之外，苏美人还懂得采铜冶炼，建造砖屋，以12作为单位，并采用60进位制。苏美人各种伟大的发明与细致的阶级分工，让他们逐渐发展出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像是乌鲁克、乌尔、拉格什尔等等。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大约有2-3千个哦，彼此独立或同盟，或者是再组成大一点的城邦联盟，互相争夺资源。在苏美人主导2河流域的几百年里，冲突与纷争从来都没有中断过。一直要到西元前2320年左右，阿卡德的国王萨尔贡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才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等等，这位萨尔贡是哪位啊？阿卡德王国又是哪里来的呢？在远古时代的阿拉伯沙漠地区是一个适合放牧游猎的草原，但随着气候的变化，逐渐变成干旱少雨的沙漠。而原本在这个地方有个叫闪族的游牧民族，就被迫迁徙到了别的地方。大约在西元前3000年左右，其中一支部落迁徙到2河流域中的阿卡德这个地方，于是后来他们就被称为阿卡德人。阿卡德人到2河流域之后，很快就接受了苏美人的文字、农耕技术、商业贸易等知识，日渐兴盛。接着大约在西元前2360年左右，阿卡德的某位国王，会说某某是因为他的名字已经不可考了。不过随着这位某某国王的南征北讨，世人们开始称呼他为伟大的萨尔贡啊。萨尔贡在阿卡德语中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国王。根据美索不达米亚纪年的记载，萨尔贡赢得了34场战役后，控制了苏美。当他的军队抵达波斯湾时，他在那里用海水洗涤他的武器，表示战争结束了。萨尔贡的战争是结束了没错，
他统治两河流域大约50年，但在他死后，阿卡德帝国马上陷入了内乱。直到他的孙子继位后，阿卡德帝国才又重见荣耀，领土向北扩张到小亚细亚，向西到地中海，并建立公路，发展贸易路线，甚至已经远到跟印度地区有贸易往来。不过，我们都知道的，世界上没有永远兴盛的帝国。阿卡德帝国在统治了2个世纪左右，逐渐没落，最后被南方的一支叫古提的游牧民族入侵给推翻了。大约又过了100多年左右的混乱时期，苏美人其中一个叫乌尔城市的国王跟南方的其他城市结盟，把古提人给赶跑，并又重新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乌尔帝国。也因为苏美人重新掌控了两河流域，所以又有苏美人复兴的美称。不过，在乌尔帝国统治的100年期间，可以说是苏美人最后的辉煌哦。他们整顿了法典，建立神庙，并开凿新的运河。别忘了，两河流域依然很凶，并针对当时越来越严重的粮食危机，做出了经济政策的调整。但最后，乌尔帝国仍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大约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首都被东边山区的埃兰人给攻陷，国王还被掳走，好惨啊！苏美人的没落其实有很大的原因跟生态有关。前面说苏美人从西元前5000年左右就跑来这里定居嘛，到西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挖凿运河，修建水利灌溉，到了西元前3500年左右，下游地区的城邦开始兴盛，接着阿卡德帝国建立又衰亡，然后古提人来了又被赶跑了，最后乌尔帝国再次统一两河流域。而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后，两河流域的土壤已经不堪负荷了。怎么说呢？苏美人将河水引入农田灌溉，虽然带来了水分，但同时也带来了盐分。当河水蒸发后，盐却流了下来，虽然只有一点点，但在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后，两河流域下游的土壤已经发生盐碱化了。在乌尔帝国的末期，首都甚至发生了饥荒，让粮价暴涨。就算乌尔帝国将农地收归国有，进行了粮食配给等政策，但依然无法挽救农业危机造成的灾难。事实上，当农地产生的粮食无法再供养祭司、军队等统治阶级，这个地方便无可避免地失去了主导两河流域的地位，渐渐改由上游靠北方的地区所取代。但这个过程并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慢慢转变的。话说回来，在乌尔帝国灭亡后，两河流域再度陷入了群雄割据的局面哦。要一直等到西元前2000年左右，古巴比伦帝国的建立，才又重新将美索不达米亚给统一起来。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东边是扎格洛斯山脉，南边与西边是阿拉伯沙漠跟叙利亚沙漠，北方则是托罗斯。好，再一次。美索不达米亚的东边是扎格洛斯山脉，南边与西边是阿拉伯沙漠跟叙利亚沙漠，北方是托罗斯，好，再一次。美索不达米亚的东边是扎格洛斯山脉，南边与西边是阿拉伯沙漠跟叙利亚沙漠，北方则是托罗斯山脉。也就是说，两河流域是在东方与北方的山脉与西方跟南方的沙漠。再一次。好。也就是说，两河流域是在东方与北方的山脉与西方跟南方的沙漠所包围的一个区域。太久没录音了。